沉香如碎片，爱慕之线脆弱，杨紫三人熟知的吻戏被权威媒体吹捧。北京小姐姐杨紫的甜美野蛮小精灵秀沉香如片已经好久不见了。喜欢她的小伙伴们认可度很高，不喜欢她的小伙伴们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而且数量相当多。他们都是微博 Vis 和 Up 的王牌。在看了几次抗议之后，我观察到每个人反对的地方实际上非常相似。与其说男女主艺人不好，倒是觉得剧情太朴实，但不协调的是，他们只看了前2集的内容，质量没拿到整个节目，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说这句话时，著名的侮辱场景就来了。继易烊千玺和杨紫饰演的严丹同框亮相后，一场体面的大秀正式拉开帷幕。一口气追了30集之后，最大的倾向就是这句沉香如鲠在喉的崇拜台词处理得过分了。既敏感又意味深长，丝毫不凌乱，说什么名场面都洋溢着东方的气势，也绝非虚言。而应远和严丹的绝世情缘已经满足了众人的饥渴，所以今天剧中热门的3个吻戏就和大家商量一下。男女主角之间的整个爱情线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刻、亲近和亲近。在3个吻戏中，例如第10集的气带之吻，第11集的屏幕之吻，第18集的幻想之的吻，我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浴缸里的吻。这一期，杨紫和程毅疯狂撒糖，快感引爆。我不知道实际有印象的观察者数量。2人接吻后，严丹说出了一句极其动人的台词，喊道：“部分组成，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就是我的感觉。”任何有洞察力的人都可以听到他。浴吻之后，燕丹非常确定自己对应远产生了浓浓的感情。就目前而言，他已经完全跌倒在的，已经到了不宜脱身的地步。他说这话的理由不是过度翻译，因为在第1到10集里，院长已经主动奠定了基础。屏幕之吻。这一期的荧幕之吻传出后，杨紫的演技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解释并不混乱，因为无论是介绍的总体影响，还是杨紫的随意演技，都已经到了一个特定的水平。画面的层次给人的感觉是整个画面都布满了粉红色的气血，内心的气氛相当的严重。要知道，当严丹和应远在屏幕上亲吻的时候，小梦蝶就冲出了封面。在此之前，抚养她长大的配角已经澄清，萧梦蝶已经很久没有穿过封面了。也就是说，小梦蝶只要看到真情，就会被联系上。于是她就带着严丹的真身，走进了应援的幻想。奇幻中的应援和严丹性格反转惊人，结了婚。严丹变身御姐，应援变身爱妻邪气，真正肯定了养妻有段时间，追妻火葬场这句话是一辈子的幻想。尽管愚蠢的交流不断发展，但2人的相处方式却为人群带来了大量的知识。眼下，男主和女主对彼此死心塌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后面介绍的不同的老夫妻般的美好生活场景，完全是基于痴迷于一个梦想而产生的。其中，一起坐在秋千上的形象最引人注目。从具体的层面来说，小梦蝶就是应援和严丹，是2人之间的最接地气的帮手。在他的帮助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无数见分晓的场景，无数的围观者，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正是小梦蝶在关键时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幻想之吻。奇幻之吻发生在第18集的剧情中，应援最终将严的冷漠根基消耗殆尽，说白了就是截断部分的风。类似的边缘出现在廖无桥中，更加有害和压迫。前一秒传来了一个热吻，却没有人相信，吻过之后，过去就过去了，严丹直接落入了人间。从此，应远、严丹的朝圣式就被权威的描绘了出来。一个句号。在超过3个接吻场景中，我看到人们在朋友网络中从上到下几乎一致地谈论他们。作为剧中各个亲近舞台的枢纽，从忘却的梦境到诡计多端的骗局，酋长的特殊狡猾的计策应该是非常用心的，给个人提供了一种感伤和机智的感觉。从一开始就是反复思考和创造的后遗症。
在首领的行动下，前18集的内容构建异常清晰。不管你真心关注节目多长时间，你都能理解主播需要传达什么。第10集是男主和女主的心理，第11集。恋爱的剧情大部分是建立在颜丹的基础上，而的牙的剧情则是展开。第12至18集是爱的爱，这部分以应援为主，所谓的野王川情节纯属偶然。这与前2集翟雅的著名场景有着明显的不同。只要真心追剧，我们随时可能会发现，沉香如废材的感情线建设是毋庸置疑的必然，在众多古装剧中明显独树一帜。同时，这个洋溢着东方情调的设计也回答了为什么节目中引入的爱情看起来如此动人，只要刻上男女主角的糖果，就无济于事了。话虽如此，众多旁观者可能会感兴趣，并没有追查到地牙段与叶望川的剧情有什么无意的混搭或关联。在和叶望川的剧情中，还真的藏了6项均衡的隐藏灵石。末世之际，颜丹见应远依附在树上，为了不让他难过，故意变声，唯有一个理由，就是靠近他，对付他。在他们出现在叶王川的时候，应援的日程安排和他差不多，变成了身着黑衣的一藏，协助燕丹运船，还是满满的 CP。并且地雅段中，帝君应援满头白发，2只眼睛都出现了视觉障碍。就在叶王川出手之际，燕丹已是白发苍苍，2只眼睛也同样有视觉障碍。而在的亚的时候，燕丹点了一根香。就在叶王川出手之际，应远同样点燃了一颗沉香。第4个细节是均匀的。应远收拾干净后，燕丹立即递给他一个温水包。后来颜淡被穿水浸泡后，应渊则是给了他一个暖炉。第5个细节，在的牙和叶望川时，小梦蝶不止一次感受到了2人的真爱，成功破茧而出。最后一个细节，颜淡为了挽救应渊，宁愿牺牲自己，弯掉半颗心借符悬顶，炼化后，这才救回了他的性命。再次回到叶望川这里，应渊为了救颜淡，借焚心火，炼棉一丹，最终将颜淡斩断情根，进入凡界。乍眼一看的话，会给人一种剧情重复的感觉，但如果细品的话，就会发现同样的剧情套路，但却被杨紫跟诚意不同的炸裂演技诠释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生动自然的剧情推进，真正把情不知所起这句话背后真正隐藏的意义传达给了观众，可见这部沉香如屑的主创团队有多么走心了。也正是因为如此，狠狠打脸了所有群嘲观众。只有懂浪漫、有一定学识的人才能看懂古偶剧，表面上只是一部顶流古偶剧，但其背后有很多闪光点跟高光时刻。总而言之，杨紫跟诚意的这部《沉香如屑》还有很多名场面跟小细节值得观众反复推敲，就连不少官媒都给予了高度赞赏，频繁发文盛赞，每集内容点击率都数以亿计。不出所料的话，该剧很有可能会成为国产仙侠剧中的一个天花板，没有之一。不知道大家都对剧中的名场面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欢迎收藏、转发、留言，一键3连。8月连续剧霸屏榜出炉，沉香排名第3位，第1位叫好又叫座。8月过去，9月来临，暑期档也慢慢离我们而已。而作为暑期档8月份的作品也备受瞩目。那今年8月份有哪些作品霸榜荧幕，受到网友们的热捧呢？不如一起来看看云和数据发布的8月份的连续剧霸屏榜吧，看有哪些作品进入前5的位置。第5位《欢乐颂3》。这部剧看名字就知道是延续前作，不过由于前作的女星基本上都火了，也有了各自的发展，所以也不可能找到此前的明星来饰演，所以这部剧也是大换血。而在换人之后也没有此前的味道，再加上剧情的问题，对于这部剧网友们也并没有给出很高的评价，豆瓣评分仅为4.7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收视还是不错的，在连续剧霸屏榜中排到了第5位，而在电视剧霸屏榜中更是仅次于《玫瑰之战》排到了第2位的好成绩。第4位《玫瑰之战》。这部剧是由黄晓明和袁泉主演的一部都市剧情，主要讲述的是一位全职太太在婚姻破裂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选择重新出发，收获事业的故事。
不过似乎这部剧也没有打动观众，最终取得了豆瓣评分4.9分的好成绩。而在连续剧霸屏榜方面，这部剧排在第4位，也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第3位，沉香如屑。这部剧相信很多网友们都非常熟悉，这是杨紫和程毅主演的一部古装玄幻剧，讲述了四叶汉旦与天界帝君之间的故事，他们历经磨难，最后生死相随。这部剧也是一部争议比较大的剧，很多网友们都觉得这部剧拍得很好，很有代表性，但是一些网友们则是认为这部剧不行。虽然该剧的豆瓣评分为5.9分，但是评分人数突破45万，不可谓不火，最终在8月霸屏榜中排名第3。第2位，星汉灿烂。这部剧是由吴磊和赵露思主演的一部古装剧，讲述了少年将军凌不疑和少女程少商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后凌不疑报的大仇和程少商走到了一起。这部剧播出之后就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关注，也获得了大家的好评，很多 CP 粉更是磕得死去活来的。最终这部剧取得了豆瓣成绩7.6的好成绩，而且还位列8月连续剧霸屏榜的第2位。第1位，苍兰诀。说到这部剧，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部剧是由于书欣和王鹤棣主演的作品，讲述了神女转世之后成为小兰花和大魔王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后也是取得了圆满的结局。这部剧也算是火了一把，连带着主演王鹤棣也因此出圈涨粉数百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剧的火爆程度。而这部剧的豆瓣评分为7.8分，算是很好的成绩，而且还拿下了8月连续剧霸屏榜首位，堪称为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以上就是8月霸屏榜排名前5的作品，不知道你看过哪几部呢？不妨在评论区中聊聊你对作品的评价吧。